在上一期节目中，我们挑战了末地城，并且拿到了鞘翅，同时呢，也打了特别多的潜影贝。回到主世界之后呢，别忘了把掉在主世界的龙蛋把它给回收一下。就像这样，我们放上活塞，之前有一次，我的朋友来我家里玩这个暮色森林，然后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，一个特性，就是这个里的暮色巨人，它居然是可以刷新的。那我们就先拆掉他的老家，然后这边还有一棵树，我们把这个树也给砍掉。我们需要把上面全都搭上遮光方块，就可以刷新这个暮色巨人。看到没？这里已经开始刷新巨人了。正好一个拿剑，一个拿镐子的。我们先用这个寒冰剑对它的下体进行射击，这样呢，它就会移动速度减慢。由于这个弓的特性这两个人怎么突然就加速了？像吃了炫迈一样。我们还是跟他近战吧。不过近战好像特别的吃力因为他的武器是有一定攻击范围的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近战，还是用弓箭打比较好。消灭了巨人以后，我们先飞上这个树上面。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巨大的镐，把这个树叶先给打掉。接下来呢，就站在这个边缘，把这个树叶把它铺上。好，我们最后几个树叶也铺完了，我们飞下去看一下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这下面已经刷了这么多的这个巨人了，赶紧拿出我们的箭来射他不要过来呀！你们这么多，我这一个弓箭好像有点顶不住有点顶不住。不过这个箭好像打这个穿盔甲的，它伤害还是有点高的。看到没？我一边打他一边刷，还有这么多。我觉得我要现在把这里的黑的地方把它点亮一下，防止他又继续刷。我现在身上已经收获了满满的一背包的巨人的工具，我觉得我都可以下一期拿这些工具去挖那个空治玉了。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，用来挖空治玉。我们把这边的水给收一下。这里还有一个巨人怎么能在我打这个浮云的时候在背后捅我菊花呢？我得把这边地给铲平一下。好了，这里的平台我已经搭好了，到时候这个巨人就会从这个平台这里刷出来，我们可以利用水流将它们给冲到底下。最后这两层木板呢，就是一边是放水，一边是放活塞。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活塞来控制这个水的流动。我们现在分解一些原木，怎么分解了这么多呀？我明明只分解了3个呀。这地上还掉了一组我们不管了，我们先把这后面的2层木板把它给摆好。摆好之后，我们要在前面一排放上这个活塞。为了方便放这个活塞呢，我也是把前面的这个木板把它给挖掉了。我们接下来把后面的也给挖掉，然后在这个活塞的后面，我们要铺上这个红石，用来控制这个活塞。我们现场再烧一些石头，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石头来做这个中继器，就可以把这个红石信号传递得更远。好，在这里放上拉杆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红实线它可以延伸到多远。好，在这个最后一个信号这里放上中继器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格呢，它这个活塞它是没法伸出的，我们需要利用这个红实线把它给牵到这后面来就像这样。再利用一个中继器，好，那么这个活塞也被我们激活了。
最后做完成的样子啊就是这样子的。我们只需要打掉这些火把，让它进行刷怪。目前刷了2个怪，我发现可以让他们自己走过来，他们自己会寻路过来，不需要用那个水进行冲刷。而且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这里的巨人怎么刷新的效率这么低啊？我觉得我还是把这个平台给改一下，可以就改成一个平的，不用做那种台阶。这2个巨人，他会跟着我走你们在干啥？我后来搭了一个平台之后，我发现这里就再也没有刷新过巨人了。我接着呢又把这个平台全都给拆了，现在仍然不刷任何的巨人。我也不知道这是出了什么问题，难道我之前做了那么多都是白做了的吗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的？如果知道这个原因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一下。我们现在切换到了创造档啊，那么这个创造档呢，它这个巨人是刷新的相当高的，刷新频率相当高。我现在打完一波，它待会儿还会接着又刷一波，这就奇了怪了。我这期节目花了这么久来做，结果最后就给我搞个这玩意，